朋友们，先给你讲个最近发生的真事儿。有个老股民朋友，国庆前那波行情赚得盆满钵满，科技股一路狂飙，3天赚了30个点。当时那个自信啊，逢人就说牛市来了，闭着眼睛买就行。结果呢，节后一开市，画风突变，科技股跌的那叫一个惨，他赶紧割肉换到大金融。没想到刚买进去第2天，科技股又暴涨，他刚割的那几只直接涨停，他急了，又追回科技股。你猜怎么着？刚追进去，科技股又跳水，大金融反而涨起来了。就这么折腾半个月，不但把国庆前赚的全吐回去，还倒亏了20个点。他昨天给我打电话，声音都是哭腔，感觉有人专门盯着我账户，我买啥啥就跌，我一卖它就涨。其实不光他，最近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，前一天还涨得好好的板块，第2天突然就哑火。你追着买什么就开始调整。更诡异的是，指数还在那儿摆着，3900点上下晃悠，既不暴涨也不暴跌，就这么耗着，耗得人心里发慌。今天我就跟大家深入聊聊最近市场到底在发生什么，主力在玩什么猫腻，以及咱们该怎么办，如何抓住4000点前可能是最后的上车机会。先说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最近市场就像个跷跷板，今天科技股猛涨， AI 芯片机器人炒得火热，结果没2天突然就不行了。这时候银行、保险这些老灯股反而发力了，某些银行股甚至创了历史新高。然后呢，等老灯股涨了2天，市场稳住了，资金又开始往科技股里试探，如此反复，来来回回，这就是跷跷板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主力在控盘。但这次主力控盘跟以前不一样。我打个比方，以前主力控盘就像拿鱼叉抓鱼，盯着几条大鱼猛刺。现在呢，主力改成撒大网了，一网下去，整个池子的鱼都在网里。这个网就是 ETF， 说白了就是把一大堆股票打包在一起，主力买入或卖出 ETF， 就相当于同时对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股票操作。好处是雨露均沾，不会像2015年那样炒到天上再崩的血肉模糊。但问题来了，主力虽然能控制整个池子，但对每条鱼的控制力却弱了，这导致很多个股波动特别大，今天涨停，明天跌停。更风骚的是什么？有些聪明资金看准了这个机会，趁着主力用 ETF 控大盘的时候，跑去打局部个股，他们在个股上赚了钱，再通过卖 ETF 把筹码甩给市场。主力想100%避免这种套利，基本做不到。不过主力也不傻，人家有后手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？每次资金想冲4000点，科技股就猛涨，然后主力就出手控一控，把节奏压下来。反过来，每次市场往下掉，主力就让大金融出来护盘，把指数拖住。就这样，资金在科技股和老灯股之间来回倒腾，形成了跷跷板效应。如果你喜欢追涨杀跌，那这种风格简直就是催命符。我那朋友就是典型受害者，今天追科技，明天被套，割肉换金融，后天又被打脸，亏得怀疑人生。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短线高频交易的朋友都在哭爹喊娘。那主力为什么这么玩呢？一般来说，11月份市场都会短暂沉寂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在等政策。次年经济政策通常12月份才明朗，就像这次“15+5”规划，具体执行细则要等12月重磅会议才公布。与此同时，金融机构也要调仓，为年底 KPI 做准备。但今年还有新情况，反内卷政策让大型国企、央企利润率大幅提升，但下游民企就难受了，成本涨了，收入却上不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老百姓消费谨慎，东西卖不出去啊，民企困难了，就业市场就受影响，老百姓收入就下降，消费就更疲软，整个形成了恶性循环。这种局面什么时候能走出来呢？市场共识很明确，全看政策。更关键的是，主力现在也不希望一下子把指数拉到天上去。我再打个比方，你去钓鱼，是希望鱼一下子全上钩，然后池子就没鱼了，还是希望慢慢钓，让池子里始终有鱼呢？主力要的是慢牛长牛，要控制好节奏。市场要有热度，但又不能太热，温水煮青蛙。所以主力在玩一个箱体，上有顶下有底，让市场在区间内反复震荡。如果主力真要站稳4000点，很可能会先多次触摸4000这个关口，每次触摸后回落，
但你注意看，底部会一次比一次高，主力就是不肯让它往下砸，底部越来越高，这对短线做空的人来说风险就越来越大了。等到底部筹码夯实了，大家信心起来了，对明年预期更清晰了，才可能一步到位突破4000，通过多次触摸4000点，不断提高震荡底部位置，这才是最理想的形态。看懂这个逻辑，咱们再聊接下去的机会在哪儿。首先，资金在老灯股和小灯股之间来回跳，这是必然的。主力要把盘面控制在箱体内，小灯股太猛要压一下，市场不行了，老灯股就发功。所以稳健型选手，老灯股和小灯股都要配一些。其次，市场看了15-5规划后，很多人想扎堆科技股，但这里有个关键逻辑，大家都看到的机会反而可能是陷阱。15-5规划对科技的重视很明确，科技肯定是未来几年主线，但问题来了，大家都抢跑，主力这些大资金怎么买到便宜筹码呢？所以利好消息出来后，短线市场反而洗得特别狠，就像菜市场买菜，早上刚开市，大家都挤过去抢，价格立马抬上去。但聪明的大妈不着急，等中午人少了，价格降下来，再慢慢挑，还能砍价。主力就是这个聪明的大妈。所以对中长期选手来说，完全可以忽略近期震荡，拥抱国运就行。AI、人形机器人、半导体、医药这些产业链依然是中长期主线，但对短线选手来说，科技板块近期风险必须正视，千万别拿着短线的心态去做长线标的，那肯定被折磨死。既然12月份会有重磅会议，那现在的洗筹就是给中长期选手加仓的机会，大资金必须在新一轮政策公布前完成建仓。你看美国那边围绕 AI 的炒作逻辑也变了，他们不再简单炒 AI 公司，而是往产业链上游炒，电力设备、数据中心、各种零部件、AI 基建概念火得一塌糊涂。为什么？因为 AI 要落地，要大规模应用，这些基础设施必不可少。咱们后面的科技主线也会这样走，预计有2条脉络。第一条 ，AI 头部标的估值还不算太高，还有资金试错空间。第二条 ，AI 产业链上下游关键节点目前还有大量机会，保守选手优先关注第二条，激进选手优先关注第一条。对中国来说，算力依然是硬约束。这次中美虽然暂时休战，但美国在芯片上没任何放松，围绕半导体的核心资产会是咱们接下去重点突破卡脖子的战场。至于储能这些电力产业链，眼下全球需求很旺，真正做到了内外双循环。还有白银这种同时具备工业属性和金融属性的，也可以多研究研究。不过有一点要提醒，近期跟地产链有关的最好先避一避，大部分消费都跟地产直接挂钩，老百姓的钱大部分压在房子上，房子不行，消费能好到哪儿去呢？最近市场的试错方向有个新特点，资金开始往科技细分赛道试探了， PCB、液冷、有色金属好几波了。这里面有个新逻辑特别硬核，当前全球实体经济在衰退，但各国都在玩制造业回流，新一轮工业投资浪潮正在全球上演。工业投资会带动矿产、基建、物流庞大的实体需求，哪怕各国靠举债搞投资，在投资过程中，这依然是真金白银的需求。这也提醒咱们，后面看企业出海，要看它是不是吃到了别国再工业化的红利。如果是，那就是实打实的利好。但必须提醒几个风险：美国联邦政府持续停摆，对咱们出海企业有冲击；美联储12月份可能不降息；中美虽然休战，但双方都在拼命搞自主可控，国产替代才是真正的长期主线。对个人投资者来说，我强烈建议别玩超过3个标的。为什么？你想想，你每天要上班要生活，哪有那么多精力去盯盘、研究、跟踪消息呢？找你擅长的，找你熟悉的，找你能拿到第一手信息的赛道，深扎进去，这才最重要。那怎么理解当前市场呢？有人说现在是垃圾时间，这话有一定道理，因为现在确实是群雄逐鹿的阶段，大资金都在试错，都在试探。但对中长期选手来说，正是这种洗筹才能让你看出谁的底部在抬高，谁的交易量在放大，这都是重要信号。现在越晚突破4000点，后面主力真要发力时反而更猛。12月份重磅会议是15-5规划第一站，
那里的信息直接对标明年春季攻势。当前主力的策略很明确，稳大盘、控斜率、拖时间。中美休战对市场来说是短空长多，短期好像维稳的必要性降低了，但别忘了咱们的内需压力空前巨大。大 A 是眼下极少数真正有亮点的领域，是不允许出大问题的。所以保持耐心，坚守刚才说的主线逻辑，步步为营，方得始终。记住一句话，在有鱼的池子里才能钓到鱼。现在这个阶段看似磨人，实际上是主力在给真正的长期选手创造机会，散户被洗出去了，筹码就到了坚定持有者手里，后面行情才会更健康更持久。所以朋友们，如果你是中长期选手，现在正是布局好时机；如果你是短线选手，那就特别小心了，这种跷跷板风格下很容易被打脸，不如降低频率，选准方向后拿住，别被短期波动吓出去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，真正的机会往往藏在大多数人看不懂、等不及、拿不住的时候。4000点之前，这可能是最后的上车机会了。看到这的朋友记得点个赞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